为了避免大肠癌，早期检测至关重要，以便及时治疗。我们该如何预防大肠癌呢？发现患者患有大肠癌后，是否有治疗方法？此外，全球大肠癌和直肠癌的短期和中期存活经验如何？我们将在以下影片中探讨所有这些方面。大肠癌和直肠癌合并在一起，是全球第3最常见的癌症，因此我们使用大肠直肠癌一词来解释它。因为结肠连接到直肠，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在症状、治疗和迹象方面难以区分。据估计，全球每年有超过180万人被诊断出患有大肠或直肠癌，在这些数字中，大肠癌占了超过120万人，其余则是直肠癌。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全球直肠癌的发病率也迅速增加，有些国家的发病率超过700例。这些绝对数字足以引起我们的担忧，并使大肠直肠癌成为所有癌症中的第3大发病率。我们必须讨论它。结肠的主要功能。什么是结肠？近年来，人们称之为第2大脑，因为它包含了大量信息，使结肠能够吸收营养、水分，并成为免疫系统和通信的重要一部分。结肠与大脑共同收集来自环境和我们身体的信息，然后相互通信。大脑向结肠发送信息，结肠则向大脑发送信息。肠道菌群存在于结肠中的微生物，在维护任何人的健康、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点毫无疑问。为了更好地理解结肠，我们可以将其想象为一个管道，它在人体内部的食物最后转运阶段中运输食物。在食物离开小肠后，结肠的上升部分开始，并且在小肠将食物排出后，它在一个称为盲肠的区域开始。然后有横行结肠，它横跨我们的身体，从右侧到左侧。然后有下行结肠，它与直肠相连，而直肠则与肛门相连。这就是结肠的结构。在这里，我们吸收大量营养，包括蛋白质、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碳水化合物、糖等等。总的来说，结肠有助于转化这些食物成为营养物质，然后将其输送到血液中。通常，大肠癌开始于结肠细胞的某种变性，这种变性由 DNA 的信息控制。因此，在结肠中的这些细胞不断变异，它们的 DNA 序列有时会改变，并变成恶性细胞。这些恶性细胞开始像正常细胞一样繁殖，但它们是恶性的，这样一个癌症就变得可见。因此，即使我们不了解其他癌症的发生机制，这个因素仍然非常重要。保持结肠的健康可以避免这些细胞中的 DNA 突变，因此我们应该立即处理任何结肠的发炎。什么是可能导致大肠癌的主要风险因素？识别它们非常重要，这是识别的开始。如果我有这些风险因素，我必须保护自己，这也是预防的开始。年龄的增长是患大肠癌的主要风险之一，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非裔美国人患大肠癌的风险增加，有过大肠癌病史的人，或者有发展结肠内膜息肉的病史的人。什么是内膜息肉？它是一种在结肠内部形成的小隆起物，这些息肉可能成为细胞发生突变的座位。因此，过去的结肠或直肠癌或内膜息肉的存在都可能大幅增加患大肠癌的风险。肠道炎症性疾病，例如溃性结肠炎、慢性结肠炎、克罗恩病或其他类型的结肠炎都会增加大肠癌的风险。结肠的遗传性综合症，例如肠内腺瘤性多发性息肉症影响家族中的多名成员的疾病，或林奇综合症或其他可能是结肠遗传性炎症的综合症，可能会导致大肠癌。这些人需要定期接受检查。家族中有大肠癌病史的人，也就是家族中有人患有大肠癌，这也表明发展大肠癌的风险增加。饮食中脂肪含量低，尤其是动物原性脂肪含量高的人，增加了患大肠癌的风险。久坐的人，那些不定期运动的人，至少每周3到4次，增加了患大肠癌的风险。患有糖尿病的人，通常会将糖尿病与结肠炎症性疾病相结合，或者具有胰岛素抵抗力，增加了患大肠癌的风险。我们不太了解胰岛素抵抗力，但已经发现它与大肠癌有关联。过重或肥胖的人、吸烟者、吸烟和使用烟草的人、饮酒的人以及接受其他类型癌症治疗的人，都增加了患大肠癌的概率。
我们需要警惕这些风险因素，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其中一些因素是可改变的，而其他一些则是不可改变的。对于那些可以改变的因素，我们可以采取行动。我无法改变我的种族，但我可以改变我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运动等等。持续改变排便习惯是最常见的症状或症状之一。因此，让我们谈谈这些症状和征兆。大肠癌的征兆和症状。如果我发现排便不规则，有时便秘，有时腹泻，有时软便，这些持续不断的肠道变化不应被忽视，它可能是大肠癌的第一个警告。有时甚至会出现腹泻和便秘，有时是一个，有时是另一个。粪便一致性的改变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其次，直肠出血，粪便中出现红色血液，表明结肠或直肠存在发炎，因此在粪便中发现血液也不应忽视。腹部不适，腹部膨胀感、满足感、腹部抽筋感，气体频繁排放，并且增加结肠上升、横行或下降部分的疼痛，这些症状都可能是发炎的迹象，包括大肠癌在内。如果不是癌症，也可能是结肠发炎，也需要治疗。虚弱感、体重减轻感、疲劳感是可能伴随大肠癌的症状，因此，如果您经常出现这些症状，请不要拖延就医，它可能是结肠炎症，需要治疗，以免后来变成大肠癌，或者它可能是结肠内息肉的迹象，这也迫使我们采取治疗措施。许多息肉需要切除，以防止它们以后可能变成癌症。我们如何早期检测大肠癌？在症状提醒我们之前，最好的办法是检测它。此外，对于高风险人群，如家族中有大肠癌病史的人，应该进行定期的大肠癌筛查。大肠镜检查是一种常见的方法，它允许医生直接检查结肠和直肠内部，并取出任何可疑的组织进行检验。另一种方法是便隐血检查，这是一种可以在大肠中发现潜在出血的筛查方法。此外，虚拟结肠镜检查和大肠 X 光检查也可用于检测大肠癌。定期检查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早期发现大肠癌，当它仍然可以较容易治疗时。当然，如果有任何症状，如上述提到的症状，应立即就医，并与医生讨论进一步的检查。治疗大肠癌的方法因癌症的严重程度而异。早期阶段的大肠癌通常可以通过手术切除，以切除肿瘤。如果肿瘤已扩散到淋巴结，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治疗，如放射线治疗或化疗。进一步的治疗取决于肿瘤的分期。大肠癌的分期系统通常以0到 IV 分级，随着数字的增加，癌症的严重程度也增加。在某些情况下，放射线治疗和化疗可能在手术前用于缩小肿瘤，使手术更容易。对于晚期大肠癌，治疗的目标通常是缓解症状和控制疾病的扩散，这可能包括放射线治疗、化疗、靶向治疗和免疫疗法等。治疗计划将由您的医生根据您的病情和需求来制定。大肠癌的预后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癌症的分期、患者的年龄和整体健康状况，以及治疗的效果。早期检测和治疗可以明显提高大肠癌的存活率，因此，如果您有风险因素或症状，应该及早就医，以获得最好的治疗机会。希望这些信息对您有所帮助，并提供了有关大肠癌的基本了解。如果您有任何进一步的问题，请随时提出。